我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哦，今天邀请到一位睡衣设计师 Doris。哦，好，那我们直接交给他 ，Doris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 Doris。好，Doris， 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吗？自己的目前在做的事情。哦，我还蛮喜欢我的 title， 我是睡衣设计师，然后我就真的只设计睡衣。好酷哦！对，但是我会尽量让睡衣是也可以具有外穿的功能，所以其实像我昨天参加 GQ Suit 的时候，我就是穿我家的睡裤。哦，昨天 GQ 的活动是可以穿睡衣出席的吗？是我穿起来不像睡衣，但是它非常舒服，而且我昨天非常职业病，我就是走在路上，然后有人说：“你的衣服很好看。”我说：“摸摸看。”这个质量很好，然后那个人会被吓到，你会不会说有性骚扰？我说不会。哦，目前性骚扰的议题很敏感哦，对，所以是非常时髦的睡衣吗？我觉得是，你觉得呢？我觉得是时髦的，就是很女性，它有很中性的，也有很女性的睡衣。我想要诉求是欧美的睡衣，因为我觉得台湾，如果你上淘宝找或是网络上找，都是日系、韩系的，可是那种你在 Netflix 看到美剧的那些睡衣都没有被呈现出来。但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开始踏上这一条路？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是没有听过睡衣设计师这个职能吗？职位吗？对，因为我一直都喜欢，应该是说我很清楚我自己的个性，我并不是那一种非常非常具有天赋型的创业家，可是我是非常脑袋灵活的人，所以我当时在创业前，我就有跟自己说，因为我本科是念服装，对，复大织品系，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服装类，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跟别人不一样，我比较有蓝海跟优势跟利基点。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我就真的是穿那个 Zara 男装的 T 恤，然后剪圆领。把它变成女生穿的破 T，然后真的是那时候关在家好久然后穿到后面觉得我就只有这件，然后我去淘宝找都是那种可爱的熊点点，你不喜欢，就不是你的菜。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做欧美睡衣？可是你在 Netflix 就是看得到，买不到，真的是买不到。但是你打 Pinterest，你打 pajamas，一堆漂亮的睡衣。那我既然本科系就是念服装，所以我有很多同学他们就在直接做成衣的。那你刚刚说你是睡衣设计师，你要不要多讲一点？那你是在卖什么的？只卖睡衣吗？还是 OK？ 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叫做一开始我们叫做 Rising Boutique Homeware，Homeware 就是你在家居都可以穿的衣服。那它泛指不只是睡衣，其实我们家在做内衣。它不是我们的主轴，可是我们家的内衣是没有钢圈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家的内衣短裤啊都非常的让大家回购很强，就是我们其实很少主推内衣类，但是像是孕妇啊，因为我妹妹最近怀孕，她有帮我做实测，或者是我自己去内地找到很舒服的布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把它拿出来做内衣。好，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并不是聊 Doris 的创业故事，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聊的是关于他的性格或是思想的转变。那曾经她是一个非常锋芒毕露、非常不可一世的女强人，但她现在变得相对的柔软，然后相对的懂得体恤他人。那我们想要聊的就是在你这个心境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跟怎么样的体验。你讲得很婉转我当然要讲的美好一点啊，因为我刚刚以前是同事。对，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你再缓缓道来我们以前就是怎么冲突。好，先描述一下你觉得以前你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蛮不可一世的，因为我可能对于数字是蛮有天分的，所以我如果在任何一间公司做业务，我会是达标、超标，甚至就是非常好。所以我在公司的纪律上，我
比较，我觉得射手座初期吧，还没社会化过的时候，都很做自己，就是我就会仗着说我就是业绩好，怎么样？你就是要被我欺压？没有，我没有欺压别人哦，我只是会看不惯别人不聪明。对，就是我其实还算是有义气的侠女啊，所以我不会每次去欺负别人，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今天业绩很好，那有时候我们要做设计稿嘛，然后或是有时候要去提案，然后你要跟别的部门合作，那部门其实都有流程，比如说2天、3天，但确实有时候业务拿到的东西是很临时的，我就是会插队。然后我就说，你就是现在帮我弄出来，因为我的业绩很重要。哇！而且我目标导向，我是目标导向，而且我甚至曾经讲过，公司的薪水不是我赚的吗？哇，这真的是一个蛮骄傲的说法。我真的曾经，可是我要先曾经是23岁的时候，好，23到25之间。那请问没有很久，现在她也是 Doris 也是因为30加的女性了，对。那所以我们曾经有什么冲突？那不然，因为其实以前我跟 Doris 是在同一间公司上班，然后当时我的状态是我刚入行销领域，是我第一份行销工作，但 Doris 已经是经验老道的业务。你小我3岁，对不对？我已经忘记，应该是小我3岁，对，所以其实我也才多你3年哦。但是对 ，OK， 你是有经验的一个业务，然后我那时候刚入行销这个领域。那当时其实我有点忘记我们的冲突，你知道吗？只是我记得，其实我记得，你记得啊？那太好了，你跟我，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应该是说要先区分，我们是网络业务，他们是网络行销。那网络业务跟行销的脑袋思维是本来就不一样的。那业务我们追求就是快速业绩，因为每个月都要重新结算。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业务都会负责不同的通路，像是 Momo 啊、雅虎那些。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是我跟我的同事，我们都拿着大平台，所以我们需要抢资源。对，那我们好不容易抢到资源版位，我们就会找行销去合一些，比如说你们那个月可能有 KOL， 可不可以给我们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做很久，我们就会知道谁就会适合我们。比如说我是 Momo，我的年纪就是要大一点的，可能那个 influencer 的 TA。年纪是要大一点，对，那我可能就已经直接告诉说，我就是要你的这5个选项的 A，然后他们就我们要考量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我们觉得谁更好？说 No， 就是 A。他说没有，我妈跟我说听我说就是 A， 你不要跟我在那边因为当时应该这样听起来是当时你对我们的专业度很不信任，非常不信任，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不要听你们的意见，我觉得应该是他就是他，你们就帮我执行就好。对，就是我们那个业务，我们这个 team 都气焰蛮高，可是应该对他们蛮凶的，没有，我觉得气焰高是因为业绩压力大其实那也是因为如果业绩不好，其实 challenge 是我们嘛，那我们也不想要影响到我们的薪水，所以我们会很 aggressive，就是有些很侵略性，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成为他们口中就是精致花瓶，精致花瓶，要上那个综艺大标，精致花瓶。就会花钱的行销部。因为其实说实在，如果就我现在的看法，其实两边注意的不一样。你们是要业绩，可是我们注重的是品牌，没错。所以我刚刚有一开始我就说，我们其实思维是不一样，这件事情没有对错，完全不一样，所以造成很多冲突。对，我们后来和好之后，我说 at least 我说你是精致花瓶。我还一直跟我这样讲，我说好哦，谢谢。你是漂亮的宝贝，所以和平的点是可能都各自离职了吗？还是当然离职啊？对啊。所以离职后还能保持联络也是还蛮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两个搭上线也是蛮有趣的。我根本也忘记我们怎么搭，应该是我印象中可能你们有一次业务聚会吗？是。然后可能你被找来还是我被找去，反正我们两个是不同群的人。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和解，因为我们有一个女生，她是在我们2个部门间非常的游刃有余，对，她可能就某种程度搭起桥梁。那因为我个性又是我是对事不对人，我离开了就没所谓，所以你也不会这边记仇，就觉得我当时我会忽略那个人当下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不开心，但说实在，我完全忘记，我真的不记得，我甚至也不记得我有对你不爽过吗？这样问号。你好像没有对我不爽你没有对我没有啊？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你对我不爽啊，是我对你不爽。
你看，两个火象星座在一起就是爆炸，真的。但所以母羊跟射手，所以你说有没有和解？对我来讲也没和解，因为我根本没有对他就也没记住，对，没记住，就是我们只是一直在讨论当年的我有多呛啊，是他自己跟我和解，因为我根本不需要跟他和解。哦，没有，我是因为我想要跟你交朋友哦，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不讲，我们就会是一个很平行的平行时空，然后是好像遇到了某个点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我蛮想跟她交朋友的。我根本已经忘记那个开始。好，对，我也不记得了。Anyway， 所以你以前就是一个比较侵略性，然后非常的目标导向的人，所以会忽略很多枝微末节的沟通，是吧？我可以这样讲。那你有因为这样的个性，在你的职场或是生活，甚至家庭或感情，随便一个，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哦，非常不顺啊，没有一个是顺的。那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我确实在26岁以前，我很容易被朋友站在我的立场，会以前是觉得被排挤。被排挤，对，因为我就很难沟通嘛，很不可一世，然后就很自以为是。但是现在看会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好沟通，他们就会算了，我们也不是那种很会吵架，我们就干脆离开。其实不是排挤，就是离开。对，因为你比较以自我为核心，所以别人会以为我很爱他们。我以为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觉得你表达爱的方式别人接收不到？对，可是我以前好像只会用一种方式去表达。哪一种可以知道吗？就是你就是要这样做，我是为你好。这不就典型的亚洲父母吗？对。可后来发现我妈妈是这样对我。其实这是跟家庭真的有关。对。那这样的过程，你有没有？你现在朋友会离开，那你在职场或什么有没有？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女生，有没有在职场因为你这样的个性遭受什么不顺利，或是有什么冲突吗？如果说是工作，其实大多数的人，他如果是情商比较高的，为了利益不会太多，因为你这样我就不跟你合作，因为就是我业绩很好，对，所以我的商品很好，所以他们会可能心里不爽，或者说我只跟你做工作就好，不会想跟你做朋友。对。但是如果是比较平行，就是当时的状态是平行的，他就觉得我没有你我也没差。对，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多少也是会有影响。对，那你有没有一个例子是比较具体，然后你觉得很受伤？其实你之前有跟我提到，你跟其中一个广告的伙伴沟通一直不顺利。应该是说那个是很近期的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对，之前你跟我讲。可是那去年的我已经很 peace， 已经 peace 对，所以如果你要讲过去很冲的话，是我想一下就是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厂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的状况，可是当时我已经交钱，他一直不交货，然后当然会紧张嘛，对，然后我就会一直追问，然后他就是会他可能说还没有再等等，还没有再等等，然后到后面我急了嘛，我可能就是比较情绪化了，然后他突然就说，你知道我其实忧郁症吗？他就把我封锁了。等一下，所以钱没有拿回来吗？他后来有请他们公司的人把货交给我，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交了之后，我也不想再跟你联络了。Oh my god！ 那你这个厂商应该就没有再继续联络吧？是没有应该是说，其实我当时even到现在啦，我还是会觉得，你只要告诉我当时的状况点是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状况，他只是一直说还没来，那我问的时候，他就是答不出来。对，所以我当然会觉得你在骗我。对，可是我当时就会用一个非常激进的说话方式，就打电话说到底现在是怎样，你为什么不给啊？你说清楚啊！毕竟那不是小钱呢，什么就是会用谩骂的。对，然后他才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吵架，因为我有忧郁症，我其实我没有办法跟强势的人合作。对，然后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就是我真的是太 aggressive， 然后。对，但是后来他交货之后，他才解释为什么会拉这么长。可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早点跟我讲，对啊，其实是，所以我没有想要说他的错，但就是每个人在表达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意识到我是那一种，你就是没有让我达到我是一个以前很喜欢要答案的人。你只要不给我答案，我就很容易生气。因为我会觉得你就是给我一个答案，有一个理由也好，为什么不给我这么简单的事情？超级像我自己讲啊，我都很讨厌我自己我会不会掉粉啊？不会，
你等一下会把你这个圆回来，对不对？他现在在讲的是他以前的哦，是 Doris 以前的、以前的我啦。以前他比较侵略性，然后比较不是走温暖路线，也不是走体恤人路线的一个角色。这个好，那你因为这样子，其实你这样的个性应该也是有优势的吧？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作风比较强势，可是你达标也很快速。哦，我觉得我想再提到一件事情是，还有影响到我的感情。我觉得开始在初期暧昧或追求，或是刚在一起甜蜜期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男生本来就会比较迁就一点，对对对，久了之后就会说哇，跟你在一起压力好大，就好像我做什么都不对。对，是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比如说你不这么做，你就是不爱我。哦，等下是情勒，比较像情勒派。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情勒。哦，他现在才你就是目标导向，就是我就是要你爱我，你就是要给我，对，类似这样。你这么做达到我的要求，你才是爱我的啊。可是其实我对于我的要求是没有标准的。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标准。没有，有的时候我连我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我连我自己都搞不好。就是你就是要满足我的需求。对，这有一点多啦。就是说，可能在童年我一直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叫做你爱我。对，所以我会一直用这个方式。其实，年轻时候的每一个男朋友都说压力好大。你会一直用索取的方式要爱。对，但是我的付出也是回报，是要回报的。对，就是很精算的商人啊，其实。哦，对，你要这样讲是，你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概念，绝对不会。他没有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件事，吃亏就是吃亏，我不能让自己被欺负。但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状态，大概是在几岁的期间呢？我有发现我的开化的时间好像都比别人晚，我应该是25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那蛮早，没有，25岁的时候是那个 aggressive 的全盛期。因为你有很多成就感，你就讲话比较大声，很年轻力盛。对，我很年轻就达到很多营业额，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很骄傲。对。然后到了30岁自己创业的时候，我才彻底大改变。even 是30岁，我刚第二个事业在创业的时候，第一年还是我觉得没有那么 aggressive， 但是也是蛮不耐烦的。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觉得，我这样的个性好像有点太强势，我想要改变？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毕竟还是有老战友们，像是我跟你的同事，对，他们跟了我真的很久，就是好朋友很久，然后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他们开始会说，因为我把你当好朋友，所以才我把你当家人，所以我一定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所以那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其实是领悟很快的人。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反而很开心，因为老实说，在这个很商场上很这个 aggressive 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是不快乐的。但是你也把自己逼得很紧，我把自己逼得很紧，而且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没有答案，因为我可能那时候的知识量或是情商智慧不够高。我只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大家要这样子对我？天哪，有点心疼，但是我又不允许自己呈现这个样子，对，你就会呈现很强势的样子。你要让大家知道我很好，我自己也可以。对，不需要你们。直到我的朋友们，或者是有对象，他们有跟我讲的时候，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你们看我是这样哦。然后我就开始问，为什么？那你觉得？那如果是你我有一段时间突然变成我没有自己的答案，我需要你告诉我答案，因为我知道我答案是错的。然后我就会一直烦朋友。你记得有一阵子我会一直问你，我会说，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对，你会怎么做？因为我会一直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想要再变成那个时候的我了，所以我会想要吸取。那你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你不会跟人家起冲突啊，然后你人见人爱啊，你一定有你一套啊。我就会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做。我人见人爱吗？我觉得他很不错啊，我觉得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你看，我觉得他，你是我伙伴不是他说话方式很轻松，我觉得是，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用一个标签叫做他是超级圆融的人去贴他。对，我觉得他是很轻松的人。对，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单纯一点，然后比较快乐一点。
就是快乐小狗啊。他就是你是 ENFP 哦，ENFJ， 我是 J，我是 ENFP。但我蛮好奇，你刚刚说你就是完全把自己的 A 版本有点像是封存了，你想要转换变成自己的 B 版本。对，那你这样子的转换是有碰到一个低潮，就是让你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吗？还是真的就是朋友跟你讲一下？对，还是说你有跌一跤，然后朋友指引你？我失去很多，我必须说，我失去，我想一下，我曾经因为这样的个性，跟我爸爸有2年没有联络，1-2年没有联络，然后我也曾经因为我的个性，跟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就离开我了，甚至我的对象，也是，对他们就是用，就是也是觉得压力很大就离开，他们用离开让你看清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想讲了，他们离开。可是我突然想到，最重要的是我跟我的前 partner， 因为我卖掉前公司，对，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我的 partner 是更强势，如果我已经强势，他是多我3倍，所以你并不觉得是因为强势，我赢不了他，可是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有多可怕。你懂吗？就是你把自己这就是像一个数学题，大于小于你就看到他，你就觉得他是最大的，我是中间，然后下面是你们，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就是这样对人家的，我多不舒服，别人就有多不舒服。哇，你让我超不舒服，连我都怕嘞。那我就会意识到，然后加上因为我们2个很不舒服，所以我卖给他嘛，公司全部卖给他。我是净身出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拿到我该拿的钱回来而已。所以我觉得我失去非常多。刚刚说的是在同一年，就是那个时期，没有，就是从25岁到30岁的那个。我觉得真的很不顺，可能就那5年之间，那5年，我觉得我领悟到了很多的失去。但我觉得你接下来就进入了自省的一个模式，对不对？对啊，你是会自我反，你会重生，你会自省重生的人，所以才会造成你现在就是导致他进入了升华的版本，这很难欸。可是我有面临过，其实一直到去年，我是一个反而变成过度反省的人。过度什么？过度反省？为什么会反省啊？过度反省，就是因为以前是非常的不可一世，我失去太多，他不小心调太大了，对，然后我害怕了，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所以我可能有一点过度自省，然后过度自省，甚至有点讨好我瞬间又变成另外一种人，一直到我认为此刻才是现在我。调整最完美的状态，我还没有觉得完美，可是我不想讲说我还没有觉得完美，好像显得我追求完美，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剩最后一小里路了，我已经看到，我看到最后一个应该是说就在上礼拜，我看到最后一个环节。上礼拜发生什么事？上礼拜，你很会问问题耶。我想一下。这个很深哦，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讲，那我简短讲，你们看适不适合 ？OK。我其实做睡衣设计师做3年了，然后我必须说，一个人创业比没有以前2个人创业，应该会更辛苦，因为以前我可能只要做好业务营运这件事就好，我1年做个2000万，我都觉得超容易的。可是现在我做睡衣设计师，我要创作，我要沟通，我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做，包含做账，我最不擅长就是做账，我全部都要自己做。然后自己做之后，你成长的进度会变很慢，慢到你会自我怀疑，自我怀疑到说，到底这个产业是对的吗？我是对的吗？可以理解。我非常就是会变得非常的怀疑自我，怀疑自己，然后怀疑自己到后面会变成，因为我认识的 influencer 非常多，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副业好了，斜杠好了，或者是所有东西可以让你赚快钱的，所以我就开始有一点好奇，我没有说完全投入，我就是好奇，我会看一下你在做什么，看一下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好像可以，那个好像可以，所以我开始在去年，我一直在变，想说我好像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然后后来到了上礼拜的时候，我很恐慌，对，太多东西，我从来没有睡觉惊醒过，我突然惊醒。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刚好我跟你说，我的办公室要搬家嘛，对，就是我的房东告诉我他想要把办公室卖掉，所以我要开始找房子啊，什么就是加上这件事情，我非常多，我突然有一天被惊醒，我很焦虑，那时候。
凌晨5点我就起来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股东那个前辈，我们就在聊天。我说我可能需要你给我一个长辈的建议。那他就跟我说，他有意识到我很想要赶快赚钱，对，所以我开始在走不能抄近路的事情。对，可是他当初会加入我们公司，就是他欣赏我的稳扎稳打，按部就班。然后我说，可是我很怀疑啊，我不觉得我做得很好。然后刚好我的好朋友，又是那个好朋友哦，他到现在都还在，就是 Rika，他就是告诉我说，我觉得这1年你飘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开始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你的外物变得很多，你忘记睡衣设计师的初衷是什么？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我说我想要带给大家很好的睡眠品质，可是我最近睡不好。天哪！对，然后他才说，对啊，我说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么辛苦呢？其实创业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为什么我要吸引这么多辛苦？他说你不是吸引辛苦，是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多到你没有一件事把握好，所以你觉得你很辛苦。可是如果你今天找回你的初衷，你就只做好一件事情，你就不会很辛苦。对，然后那一刻我瞬间就回家，我很认真坐下来冥想，然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身为睡衣设计师还可以做但我没做的。然后当我洋洋洒洒灵感一堆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不辛苦啊，我就是很快乐，我终于找回那个目标了。所以我就有回去再打电话一次给我的那个股东的前辈，他就说他其实他讲的话跟我这朋友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说我回来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会陪你。然后你其实他说一开始我为什么会加入你，就是因为我觉得睡衣听起来不怎么样，因为我也不穿睡衣，可是因为没有人做，你一定可以变成睡衣专家，所以我说对，我好像有一点急于求成，对，因为我好像想要证明些什么，然后就有点反而搞坏了，忘记自己的初衷，忘记了。但是上礼拜结束之后，我瞬间什么都好了，就是我现在很简单，我反而把所有的思绪全部关掉了，我就只很简单做一件事，就是专注在这件事。我就是睡衣设计师，你就是要做睡衣，我就是睡衣设计师。我只是一个数学不太好，但是我开始学，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已经想好了，我今年我先把行销这一块都弄好。那其实我们已经都非常有方向，应该说我本来就是行销出身，那我可能预计明年我来学财会好了，因为毕竟营运一间公司，我现在是有基本底，对，但是我就开始显化嘛，想说明年会赚很多钱啊，那我是不是要开始想一些怎么理财，怎么去就是处理这些费用的部分？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找一个人来帮你？就是你不擅长的部分。没有，我觉得我以前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很多前辈，不管是每一个企业家，他们都告诉我，你要先懂才能找到对的人，你自己要先懂，你才可以爆出去。对，没有一间老板你要成功是不懂数字理财的，一定要懂。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我就说好，那现阶段我还是自己来。会辛苦一点。对，我觉得刚刚他面临到的问题，应该是大家很容易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有点 FOMO 状态。就是当你就是社群上面大家看到很光鲜亮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也可以那个，我好像也可以那个，但是反而就会变得没有专注在自己的跑道上面。对，我觉得其实找回到内核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说 I got lost， 他可能找不到他的方向，然后他可能找不到机会，他没有跟我细讲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大概也猜到。那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 lost 的时候？”我说：“我上个月就超 lost。”他说：“那你在失去什么？”我说：“我机会太多了，多到我把握不住，这也是一个 lost， 因为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对。然后我才发现，那一刻我才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我只是刚好因为身边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对，你就觉得好像你跟他们，我觉得我很弱，对。可是我才发现这很正常，对。所以那天我们在对的时候，我才说，我觉得我想要讲这一段，对，因为这是我刚好此刻正在转变的心境。好，那我们回到原本的话题，就是当你就变得比较
不一样，你的整个心境不一样，你开始意识到，原来身旁还有比我更厉害的人。那你是怎么去适应这样的转变？中间有没有抗拒过？以及这样的转变有没有带来比较好的回报？什么意思？对不起，你再讲一次。就是你在经历这样转，你从一个很不可一世，然后你到最后很怀疑自我，中间你不会抗拒，想说难道这真的不好吗？你没有这样的时刻吗？或是你觉得会想要以前自己难道就要全盘否定吗？你不会害怕去否定自己吗？我很常否定自己，以前是非常容易否定自己，所以你要我改很容易。那好，我这样问好了，看到过去的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他还是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其实我很想念那个时候的他，对，因为他很，讲白一点，她是普信女。对吧？就是我懂意思，对，自信爆棚的普信女啊，对，我其实蛮想念的，对。那你有没有带一点点回来？就是我最近有再带回来了。你带回来哪一部分？自信的部分吗？我觉得是自信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很好，而且我觉得我很耀眼。对，我没有说我自己很漂亮，但我觉得我不错。可以这样自信，对，就是有，可是我不会像以前就走在路上，你们本来就要对我很好，因为我没有到这样子。对。那你因为好，你现在的个性变得比较没那么强势，那你有没有在什么，例如说职场、感情或者是家庭，觉得我的转变好像让这件事变好了，跟人的关系变好了，或是沟通变顺利了？蛮多的哦。那你可以举个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最前面听到我跟我爸爸是2年是没有联络的嘛，然后一直到有一天转变的时候，我刚好是看到一个文章啦，说跟爸爸好就是好像什么能量会好转还是什么的。我想一想，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不开心这么久，跟如果有一天爸爸就这样不在，我一定超后悔。所以我就打电话，然后他接的时候他也愣一下，说看一下手机，真的是你怎么了吗？然后我说你最近身体还好吗？他说不错啊。你怎么了？会怕？我觉得他好像怕你什么，你在要钱什么得了什么病要打最后一通电话。没有，对。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关心你啊，你吃饱有没有吃饱啊？因为我爸爸曾经小中风过，所以他走路很小步。说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后来他说我很开心你找我讲话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讲话了。天哪！然后我就说没有啦，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反正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是听其他亲戚跟我说，你知道爸爸有一次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家姐姐好温柔哦，怎么了？你们知道她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别人再来跟我说，你最近怎么了？大家都觉得你的转变，大家都看到了。对，然后包含我妈是她，因为我是会这样，其实我妈给我的影响很大嘛。然后她有时候也是莫名会很生气啊，然后讲到一些情感面的时候，她比我更。他会回避跟很愤怒，然后是到前阵子我是很认真说我们用女人跟女人的角度来聊这件事好不好？哇！然后他一开始当然有听不进去嘛，但是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容易被他带起来那个情绪，对，我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好好聊，然后比如说我说不管你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你决定的，对，我知道你的不开心都是你怨对你的付出别人没有给你想要的，我懂，因为我也是这样。可是你要看你好的，比如说你有2个非常棒的女儿，然后你现在过得非常爽，对，然后就不讲你做多爽，但是他超爽的。我说你过了所有人都羡煞的退休生活，而且你很幸福，你很快乐，对，你真的是什么都有。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人，又很健康，很少人60岁超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一点点小问题而已。我说如果你要一直带着那个你过去的不开心，可是别人没有感觉，你会很不快乐。你是不是其实也在同时跟过去的自己讲？是，我是对，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妈到现在都变超温柔的，超级连我都吓到。她现在还会开始说：“我就是值得被爱。”开始在那边，对我觉得很好。
所以等于是说，你经历了这段旅程，把自己变得更温柔了，你也顺便把自己的家人让他踏上跟你一样的旅程，希望好这件事情是共好的，所以你也一起踏上，带着他。没有，我还是希望课题分离。我妈妈是我妈妈，对，我只是说我跟你聊聊，但是你最后你要怎么做是你的决定，因为我有发现，如果我要带着他，我太累了，我觉得不要想去改变一个人，对，就是他有他的旅程，对，因为他曾经也跟我说，我有一段时间也很想改变他，他说好压力好大，好累哦，我可不可以做我自己就好了？我说好，那你做自己，不要影响我，所以我们有个 deal。就是你不要影响你的情绪，不要影响我，不要影响我妹。那是到后来他真的又重新影响到我们的时候，我才坐下来说我们好好聊聊。对，所以你会给予就是 maybe 给予经验分享，给予他一点点指引，但是你没有要干涉他过多。对，你只要不影响我就好。我就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非常非常怕麻烦。对。好，所以等于说你这样转变，让你跟家人的关系变得更柔和了。对。那有没有在职场或是感情其他面向也感受到比较不一样的？我觉得好蛮多的。像如果是以职场的话，我曾经就是我那时候刚刚你有提到，我去年跟我的员工非常的会吵架，会吵架的原因是他可能有一点像我当年那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强，他觉得他今天加入我是来帮我的，他讲的是对的，可是我也会纳闷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讲话？但是他也是火象吗？对啊，火焰型的，天哪，火象配火象好可怕，爆炸。可是是到我前面非常焦虑，我会觉得说你真的很有能力，你我不得否认，你真的很强，可是。我是付钱的那个人，为什么我要那么委屈？我虽然变好了，可是我也不用那么憋屈吧。所以我会一直沟通，然后他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他会这样就是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他。所以我们就算客气讲话，都是那种你带刀的带刀，你就是不信任我，因为你对啊。然后到我好像那时候。真的很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因为像我的那个朋友，他就会说：“你就走就好啦，这个世界永远可以有谁替代谁。”对，是。然后我就说：“他值得我再多做几次。”我给自己3次，我说这个女生她值得我这么做。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先承认我的错嘛。我说我承认，或许我不够信任你，所以让你。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是信任你的专业能力的。然后我好像讲了很多，然后我说，而且我现在会学习不要把你的话带有个人情绪。对，就是我不要自己也走心啦。对。然后可能我软下来了2次，他就突然也好了。然后加上中间他可能因为遇到一些事情，也是我帮他处理掉的，他才意识到我是真的在为他着想。他是需要时间那是半年没有3-4个月，有这么久。我帮他处理了蛮多事情的，就外面的事情，然后他才意识到我是真正的在对事不对人，我是真的对事不对人。对，就是我觉得要花时间去了解彼此。对，我发现 Doris 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这也是我当时会觉得跟他当朋友很不错的原因。就是例如说像刚刚那个情况，其实很多人就觉得那就换一个人就好了吧。可是他就是还是会想说好，我再努力一下，我再积极一点，也许会有改变。然后因为你的个性转变，这次你不是用强势的方式，或是用更硬碰硬的方式，你是用柔软的方式去感化那个曾经跟你一样非常强势的人。对，因为我看到我在他身上看到我，对，然后后来他有跟我谢谢，就是事后可能今年初他有跟我谢谢这件事，我就说因为你值得，你真的很值得我这么做。其实很多事，我觉得感情也是就是以前比较侵略性很强的时候，你遇到的对象也蛮短暂的啊，因为一下就走了嘛。对，那现在是。可能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想要真心交往了吧？对，累了，他累了。我觉得我是累了吗？我不知道，是大家都成熟了吧？大家想要追求的东西都很近了，所以你会自然吸引同频。虽然没有走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是很坦诚的说，我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可以给你什么，然后你跟我在一起是开心的吗？那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吗？我觉得至少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聊，甚至
对方有感觉我没感觉，或是我有感觉对方没感觉，我们都可以直接讲，就像个大人一样，就是你跟我有在 same page 吗？没有，那没关系，我祝你幸福。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对。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所以其实看到你的转变，发现好多事情变得好顺遂，而且你是很愿意自己去，是你自己去改变，是你愿意改变了你自己，所以你才可以再获得大家都回来了，或是你要的东西都不走了。对，这是算是自省的超能力，这也算是 Doris 这个改变带给他的。谢谢你今天也疗愈到我，真的。我刚刚才讲说我过度自省，对。但我蛮好奇，你那个转变啊，你实际上是有做了哪些行为，让自己真的放过自己，然后真的开始变得对自己更温柔？因为我觉得要改变自己真的还蛮困难的。对。就是除了你刚刚有说到说，朋友给你的一些回馈，那你是怎么样去好好去沉淀自己？因为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真的就是很忙碌，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往后摆了。我就回到我刚刚说，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我非常喜欢寻求一个答案，不管是与非，我都要一个答案，所以我会一直想要找为什么你离开我的答案，为什么我失去了的答案，那我可能就会都习惯先回到我身上，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对，就是回到过度反省的时候，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是非常强大到。我可能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找原因，可是我不会自责。这件事情发生，是他的课题啦，跟我无关。我只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好了，课题分离就够了。对，所以它是一个，你刚刚问我的时候，我直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要变成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的力量很大。我可以问一下，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他可能有哪一些关键字，或你感受到这个人的能量大概是怎么样的能量？我觉得我的应该说我是一个自信的、快乐的，然后我可以在跟我爱的人都是能够好好沟通到确认彼此是双向奔赴的，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在我的事业上、我的生活上、我的爱情上都会是圆满的。这是我心里很大很大的一个渴望，不是渴望，是我是你是对，所以我会为了这个目标去做我能做的。可是当我认为我做不到、我不能做的时候，我可以就摆着，或是放手，或是对我不会再勉强自己，不会勉强别人。对，就是等于说他刚刚讲的是他现在自己，也是他希望一直维持的自己的样态。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强大的决心，你想要成为那个很棒的人的时候，你想要改变的心会很强。那如果你现在又遇到一个课题是你对于某个东西又开始很执着，可能是一个我不知道专案或者是一个合作的案子，你可能有点陷入了就是执着的时候，那你都会怎么样再去面对？就是再去核对你刚刚想的那个人。我现在不会执着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要拥有的东西太多抓不住，我就上个礼拜我就流掉一个案子，我很期待这个案子，但是那个人跟我说你感觉很忙，我怕到时候真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on time。然后可是我觉得站在他那边他是对的，对，然后但是我瞬间就挂完电话，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瞬间就跟自己说，我有可以优化的，跟我相信这是宇宙的安排，因为他会给我更好的，所以那一个结束之后，我马上就刚好认识了一个行销公关，我就直接把他聘请进来，成为我们的团队，就是帮我去接洽这些专案。就是我得先承认我做不到了，做不到不是能力不到，是时间体力不够用。对，我不行，我不能再高估我自己。我要先认识自己之后，我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帮我。对，那流失的我都会觉得还会有更好的。就等于他已经让事情发生，让这一切接受这一切他不能控制的。对，我要接受我不能控制。对，感觉你是更信任这个宇宙，接下来会引领你。那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合作的话，那就是时候未到。像小例子是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在找房子嘛，我223
被通知我房子要卖掉，好焦虑哦。然后我开始找，但是我马上就看到一个好漂亮，在科博馆，非常美，阳光采光很棒。但是我人在台北，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的助理跟我的室友，他们2个就去，然后帮我看，然后我还视讯哦，我很喜欢。然后但是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不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好。那我说不管，我就定金先付了。然后定金去付了之后，房东说3分钟前有人先付了，所以他退给我。我好难过哦，超焦虑的。那我得重新开始找嘛。但是其实我要的房源大家都长得很像，对。然后我想说完蛋，超焦虑的。然后后来在1个礼拜后，我又在每天滑，我这是每天滑591，我滑到一间照片看起来超不起眼的老房子。可是我直觉第一下我就打电话问房东，我说这个怎么算？他说4万。我说小贵呢，很贵耶，在台中不是这个价钱呢。然后没有，他说4万2，我说太夸张了，我没有办法。后来过了几天之后，他降价嘞。哈，你说他在591降价，他居然降价，他变成3万7。3万7，我觉得我可以重新考虑咯。省了5000块我 OK。然后因为我的室友会来跟我租一间，所以我很省。我就再找他就说他一降价之后，一堆人抢哦。他说他有10个人要来了。我说拜托，我真的现在我很喜欢了，那可不可以就是给我这个机会？他说那你就1点半来统一带看。然后我大4就觉得不妙，我说不能统一带看，因为我竞争，很竞争啊。我就说我超级无敌有诚意的，可不可以让我提早到？我就开始跟他攀谈啊，跟他聊天啊，一直聊，就用我的业务的绝活。他业务能力超强，他要什么投其所好，丢，还给他。然后他说妹妹好，我现在注意到你了。对，好。他是一个老先生吗？他是本来我觉得宇宙真的在帮我，很悬。一开始接电话的是老先生，然后他就是不爱回我讯息。他本来说1点半统一带看，然后我刚省略，我说我可不可以换时间？从来没回，2天都不回我，很紧张。所以我受不了，因为他加我 LINE， 我又去591再打一次，突然变女生接的。如果我没有这么做，我就找不到他。他就说很多人都抱怨我老公不回讯息，所以我现在换我接管。那就开始跟姐姐，你可以好厉害啊！姐姐你好棒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拜托，我真的超爱的。然后说好，妹妹，我注意到你，那你提早1个小时来。然后我就 OK， 我就去，然后我还开视讯给我爸爸妈妈说，视讯be nice， 好不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吧？然后我就带着视讯，带着我，然后就跟房东讲。然后房东说，但是后面还是有人哦，所以你再让我思考一下。然后走了之后，我就很焦虑，可是我还是传了一段话说，我是非常有诚意的，你有任何需要我改的，我可以改，如果我能做到的话。但是请你不要忽略我，就是把我放在你的那个候选名单里。对。然后后来我就拿到这个房子。你真的超强可是我那一刻终于意识到，这就是宇宙给你的。因为前面你没有拿到，你知道为什么后面这个很适合我吗？它是它2倍大。但是房价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失去并不是真的失去，而是它并不适合你。第一间是3万3 30平，实际平方只有25。但是第2间是60平3万7。哇，差好多。所以我觉得宇宙它就是真的在帮你，他正在帮我。然后我才发现，我中间为了等这个房东选我的那2天，我内耗到爆，我还哭我不是有你，我还发自眼泪一滴。然后可是因为我太焦虑了，但是后来拿到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哇，是你的，宇宙真的会塞给你。其实还有一点，宇宙是给你机会，可是你自己也很努力。我觉得这一点才是相辅相成的。当每个人都说你 chill 一点的时候，回头看来，我说 no， 我不能 chill 因为如果我 chill， 我就会消失在这一群候选人名单。对啊，可是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我尽力了，我放下了。我觉得你很棒，这一点真的很棒。对，因为他后来有跟我说，关键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爸妈。你有跟我说，因为聊到家庭，你讲那个房东一直说他想租给家庭，我说为什么？他说家庭比较热闹。我说是你要跟人家住吗？你要有一间是你的吗？他说也是齁。我说那你为什么想要选家庭？他说因为家庭感觉比较稳啊。我说对啊。那前房客为什么会离开？他说他们离婚。
我说家庭好像也很矛盾，对，所以他自己讲完他笑了，他说 OK 妹妹我会考虑一下，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我蛮放心的，而且我觉得你家教很好，对。这点真是投其所好，他先问到他想要的，再展示给他看。对，因为那时候我的朋友说，大安区的婆婆都是我搞定的，所以请你带星巴克。然后我就想说，星巴克我觉得不对，然后想想说 ，OK， 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还是带我爸妈试试好了。我觉得很聪明。然后那时候我妈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就躲到角落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知道讲什么？他说 OK 啊，那个你好，我女儿很乖，可以租给她。我觉得很这样对。好，那讲了这么多，基本上，请你用几个词定义一下现在的你自己，因为你刚刚定义自己以前是什么不可一世啊，非常强势，有点骄傲的人。那你觉得现在你用什么形容词形容你呢？我觉得我很有亲和力，跟我很有魅力。对。然后我觉得我的魅力不是说我超漂亮，是我散发出来的沟通技巧或是情商会让大家喜欢我，就是你情商变高了，沟通技巧变柔软了。对，然后我也开始觉得沟通互动都不难，然后轻松的我是我的目标，然后我也很喜欢，对，所以你变得更加柔软跟谦虚，有谦虚这一块吗？谦虚。有不是过度谦虚，就是谦虚，对，然后有自信，但我觉得都是中庸跟平衡的，对。好，这样。那如果你遇到你过去的自己，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我其实昨天在想这个的时候，我自己有点哭嘞，这个已经很感人。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我会抱他。天哪，鸡皮疙瘩！我真的自己想的时候，我自己有想那个画面，我看到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面相是会变的，我很 aggressive 的时候，我眼睛是很锐利的，然后我就很想冲过去抱他，因为我觉得他从小没有人好好抱他，所以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要抱他，然后如果真的要说一句，就是说你已经很好了，不用这么逼迫自己，不用，真的不用，因为你再废都有人爱你。真的，因为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爱你的人，你怎么废，他就是超爱你的。我觉得这一点很棒，有点像是本自具足，你不需要做什么。对，我昨天也是想到这个字，对，本自具足，很棒，本自具足。对，好，今天谢谢 Doris 来我们节目分享这么多，谢谢。对啊，她从非常的锋芒毕露的人变得非常柔软谦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真的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才有办法做出一些改变。我朋友昨天跟我说。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跟他分享说，为什么他可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很勇敢的面对他所有的短板，不足，他会直接去面对，然后直接去处理它，所以他会一直有那种很坚韧的勇气，让大家想追随他。对，在感情上也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拿出来讲，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励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棒。这句话，谢谢你的分享。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你看到自己的不足，你勇于面对它，以及去改变它。对，我觉得这也是 Doris 今天给我们很好的范例。谢谢。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喜欢的话，希望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帮我们留言给鼓励。好，最后一句，那如果想要 follow Doris 的，不管是睡衣品牌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说要怎么找到你。你可以找我的那个品牌 IG 叫 Rising Boutique，Rising 就是日出的意思，Rising， 然后 Boutique 对，就是 shop 的概念，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了。OK， 我们也会把他的资讯放在资讯栏，对，给大家去参考。好，那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 Doris，我们下次见喽，拜拜。